爸爸，你要摸呀！OK。堪称是世界第3大的圆形竞技场，这里其实不是莎士比亚中故事的真正场景哦。如果你是正直的人，金鱼的肋骨就会掉下来哦。制作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和精细的工艺。身为一个专业的吃货，一开始就点了他们家的隐形菜单。来维罗纳买伴手礼，必要的就是酒品。那大家可以选择徒步上去，或是坐缆车上去。继罗马、佛罗伦萨、威尼斯、多洛米蒂以后，今天淘淘终于要带大家来维罗纳啦，顺便带台湾的家人一起玩，来当免费导游。废话不多说，这一集就是让你轻松掌握维罗纳的必玩景点、路线、必吃美食以及住宿区域选择跟避雷指南，真的是干货满满，赶快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！加图迪，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一听到维罗纳，大家脑中是不是马上浮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呢？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城市远不止于此。交通攻略，不论是从米兰还是威尼斯出发，无论是搭火车、自驾还是巴士，选择都非常的多样。这次行程我们是从米兰出发，途经威尼斯、多洛米蒂，回程再经维罗纳，不仅顺路还方便，推荐给有安排这样计划的朋友哦。维罗纳一日游必看景点攻略在这边，赶快截图！哇，好漂亮啊，维罗纳！到了维罗纳市区以后，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步行。维罗纳的市中心景点很密集，主要的景点都位于步行范围内。对于那些不喜欢步行的朋友，公车也很方便，单程票价为1.5欧。住宿攻略地图在这边，赶快截图！这次我们选择住在 Borgo Trento 区，这里距离市中心大约15分钟的步行路程，虽然稍微远离市中心，但是非常的安静，适合那些喜欢宁静的朋友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到维罗纳圆形竞技场，这是古罗马时期新建的圆形竞技场，可以容纳2万多名观众，堪称是世界第3大的圆形竞技场。每年从6月到9月，这里都会举办知名的维罗纳歌剧节，是一个极具声望的文化盛会。歌剧通常都是晚上才开始的，提醒大家夜晚可能会偏凉，记得带件外套哦。从圆形剧场出来以后，步行只需5分钟。这座城堡曾经是史卡拉家族的防御堡垒，壮丽的红砖桥映衬着整座城堡。现在是市立博物馆的所在地。如果时间有限，大家可以只从外面欣赏一下即可。拍完城堡照片以后，沿着河岸走到维多利亚桥，可以经过漂亮的博尔萨里门，这里曾经是城堡的主要入口。这扇门保存得非常的好，是进入历史中心的一个重要入口，记得在这里拍一张照哦。Via Giuseppe Mazzini， 这里是维罗纳最繁荣的逛街区，两旁橘色、黄色建筑让整条街充满中世纪的氛围。这里汇聚了意大利各种知名品牌，是购物爱好者的天堂。喜欢购物的你不要错过喽！冰的嘛，对不对 ？Yes， 冰的呀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大家最期待的景点之一——朱丽叶的家。这里其实不是莎士比亚中故事的真正场景哦，而是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而打造的。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对它的热情，因为这里有浪漫的传说。如果呢，你摸一下朱丽叶铜像的胸部，会带来爱情的好运哦。来了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3、3，爸爸你要摸呀！1、2、3 ，OK，perfect， 好了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朱丽叶的故居其实是一座中世纪的建筑，里面展示了非常多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资料和文物，还有那个著名的阳台。无论你是不是莎士比亚的粉丝，来这里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浪漫的气氛。领主广场，离开朱丽叶的故居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漫步到领主广场，这里是维罗纳的政治和文化中心。广场四周围有重要的建筑，如维罗纳市政府。广场的市中心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但丁的雕像，13世纪时但丁曾因流放而在此客居。
香草广场是维罗纳最古老的广场之一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在中世纪以来，这里就是维罗纳的中心。广场上有非常多当地小吃摊、水果和手工艺品。有些卖水果呀，卖一些纪念品啊，都会在这边。在广场旁边，你还可以找到金乐拱门，一个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奇特景点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走到这个拱门，如果你是正直的人，金鱼的肉皮就会掉下来哦。广场的旁边还有兰贝尔蒂塔，这是一座84米高的古老塔楼，可以欣赏到城市的壮丽景色。可以选择爬上386级的台阶，或是搭电梯直达景观台。这是一个在维罗纳统治将近1世纪的史卡拉家族，拥有一个非常独特造型的家族墓园。对于墓园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进去参观。在莎士比亚的故事中，当然还有罗密欧的家。虽然它是一个虚构的地点，但这座建筑依然吸引非常多的游客来参观。尽管目前并未对外开放，但它的门口呢还是很值得拍一下，让人仿佛走入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场景。这不准人家写的吧？晚上应该还是会偷偷的写啊，他们。你看，好多人在这里留下爱追剧啊，可是他们这些人是白痴吗？一个字，绝。维罗纳主教堂的 ingresso 就是它的入口是在这一边，这个 ingresso 就是入口的意思，那个不在这边。维罗纳大教堂呢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复合体，包括主教宫修道院、圣约翰洗礼堂、书库以及圣赫莲娜教堂。进去参观可以欣赏到名画圣母升天和雕塑尼谢索拉纪念碑。要来买盘豆罗来这一家，1909年就会。好啊，可以啊。Pandoro 是意大利传统圣诞节甜点，尤其是在维罗纳地区非常的流行。它的外观像是一座小山峰，通常会撒上糖粉，象征着冬季的白雪。Pandoro 的口感非常的柔软、香甜且充满奶香气，制作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和精细的工艺，因此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风味和松软的质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买到 Pandoro 而开心到不行的两人，在付钱的时候竟然把手机放在柜台上，然后就走了。好想店员赶紧追出来将手机归还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在警察局备案了。纪念为了买这个蛋糕，差点把手机丢了的两人。人才啊！ Trattoria a Pompiere 这家餐厅以其传统的维罗纳菜肴闻名，拥有超过1世纪的历史，创立于1907年。内部装潢仍保留了传统意大利小酒馆的风格。餐厅的名字 Pompiere 意思就是消防员。餐厅本来是消防员的聚会场所，后来演变成当地著名的餐厅。这间餐厅有提供非常多的葡萄酒选择，尤其是来自维罗纳跟周边地区的红白酒、葡萄酒，比如说 Amarone 跟 Valpolicella。哇，好香哦！我喝一口。我一定买一点小一瓶酒去。身为一个专业的吃货，一开始就点了他们家的隐形菜单，果然老板立刻送来了火腿拼盘来招待。餐厅采用最优质的帕马尔火腿，是意大利最顶级的火腿。所以到底是什么隐形菜单呢？那就是 risotto a amarone， 以维罗纳出产的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红酒为基底制作的炖饭。Amarone 是一款全身型的红酒，以其浓郁的果香、丰富的酒体和丝滑的单宁闻名。红酒经过缓慢的烹煮后，它浓缩的葡萄香气会整个渗透在米粒中，使这道炖饭有个丰富、甜美、果香又带有苦味的回味。如同所有的炖饭 risotto al marrone， 它也使用意大利短米，通常是 arborio 或是 carnaroli， 这些米的淀粉含量比较高，它能够吸收大量的液体，同时保持米粒的韧性和口感。烹饪的过程 risotto 需要一层层的加入高汤，使米粒慢慢的吸收，达到浓郁滑顺的口感。加入 amarone 红酒以后，米饭会有一层深红色的颜色，赋予了这道菜鲜明的视觉效果。这道 risotto 的口感浓郁且层次非常的丰富，通常会与帕玛森甘露一起享用，添加奶香与咸香的层次，
进一步的提升菜肴的深度。这道 risotto 不仅仅是对米和酒的简单结合，它更体现了维罗纳地区食材和风味的细腻理解。这道 risotto 大家来一定要点哦，无论是在米饭的软硬度，还是酒的甜美果香，还是帕玛森甘露的浓郁风味上面，都是非常绝佳的。来 Verona 买伴手礼必要的就是酒品。Verona 的葡萄酒文化历史悠久，地理环境多样，使得这个地区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。从丘陵到湖泊，从不同的气候的地质条件 ，Verona 具备了生产各式各样葡萄酒的条件。以下是一些著名的 Verona 酒品、名酒以及产区介绍，赶快截图。喜欢品酒的爸爸一进到酒庄就决定在此停留了，接下来的行程直接作废。黄昏前夕到城堡之前会先经过佩亚托桥，在这里也是一个打卡拍照的景点哦。圣彼得城堡，这座城堡位于维罗纳的高处，从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维罗纳城市的美景，基本上已经是有几百年的历史。当年是为了防御外敌而建造的，如今则成了游客们欣赏整个维罗纳城市风景的最佳地点。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刻呢，非常的漂亮，大家一定要来这里打卡拍照哦。城堡的位置有点偏离市中心，那大家可以选择徒步上去，或者是坐缆车上去。无论是哪种方式到达城堡上面呢，看到整个景观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值得。买了几瓶？ 3瓶，被限制3瓶。被限制。那个人把 email 给他，你知道吗？说我们有 shipping 到台湾，你有需要再直接寄信给我。哎呀，想低调啊，那实力不允许啊！好啦。Verona 一日游旅游攻略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日大不同。Ciao, a presto!